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杨洋、程毅接连受伤，剧组安全红线下，谁为演员的疼痛买单？从最初的一片感动到后续的愤怒刷屏，只隔了几组路透照片的时间。2026年初，演员杨洋在《不让江山》剧组拍摄期间手部再添新伤的消息登上热搜。路透显示，其右手出现明显紫青瘀肿，而左手骨折尚未痊愈。粉丝在担心之余，迅速将矛头转向了剧组的安全措施与拍摄安排。同样在2025年末，演员程毅在拍摄古装剧时头部撞击威亚设备受伤。剧组声明中轻描淡写的磕碰引发舆论哗然，这并非孤立。2025年，演员侯明昊因威亚操作失误导致颈部至下颌被铁螺栓划伤，于是头部遭重击后仅经肉眼观察便继续拍摄。当带伤上阵从偶尔的职业操守演变为频发的行业常态，公众的情绪转向开始变得复杂。一面是演员本人发微博安抚粉丝拍戏磕碰在所难免，一面是律师解读剧组或存在不合理安排。那些最初用来赞美的敬业词条，底下刷屏最多的却变成了能不能先顾好身体，剧组安全措施在哪里？一部作品的诞生，是否必须以创作者的健康损耗为代价？在光鲜的影视工业背后，演员的身体健康权到底由谁保障？带伤拍摄究竟是值得推崇的职业美德，还是体系失序下无奈的缩影？如果把时钟拨回到2026年2月22日，不让江山在横店的开机仪式上，杨洋左手缠着厚重医用绷带亮相的身影已经埋下了伏笔。武术训练意外导致骨折，医嘱静养，但拍摄计划并未因此停滞。公开画面显示，他在横店开机活动中手部包扎，仍参与主创合影和仪式环节。剧组也按计划推进拍摄。此后4个多月的拍摄周期里，带伤开工的状态持续暴露在公众视野中。路透里手腕反复泛红肿胀的画面不断流出，直到3月24日，话题杨洋手部又受伤了登上热搜。此时右手出现的新伤与左手未愈的骨折形成对比，彻底点燃了舆论的质疑。各方的说法在这个节点上形成了微妙的罗生门。演员本人发文说明伤情为意外，感谢支持者，表示会把精力放在角色塑造和拍摄工作上。粉丝后援会则整理了详细的伤情时间线，质疑在明知左手骨折未达医学康复标准的情况下，强制其提前复工，并拍摄戒尺抽打左手等与伤处高度重合的戏份是否合理。医疗博主根据流出信息分析骨折恢复期的风险，指出过早负荷可能拖慢康复，甚至增加2次受伤风险。剧组的公开回应始终保持在网传未定稿，装造非最终版的模糊口径，从未将完整的安全预案或医疗评估流程晒出来平息争议。这种半透明处理方式反而让猜疑持续发酵，到底是演员坚持轻伤不下火线，还是剧组为了赶进度压缩了必要的恢复时间？类似的争议在同期其他剧组也在上演。程毅撞头事故后，粉丝爆料该剧组威亚事故已非首次，视频中地面未见防护垫，而剧组的安全防护标准成为焦点。2023年某古装剧组曾因类似问题被罚款，但显然未能引起行业足够重视。从医学角度看，事情的本质其实很清晰，骨折这类伤情的恢复有客观的时间规律和负荷限制，在未完全康复期进行高强度特定动作的拍摄，可能带来的具体风险包括骨部连、畸形愈合、后遗症等。头部撞击后脑勺着的这类事故，脑震荡的风险，后续会不会有后遗症，都是需要专业医疗评估的严肃问题。但医学建议的严肃性，
在影视行业的实际运作中，常常被其他因素冲淡。业内人士表示，影视拍摄周期紧，协作环节多，主创档期、场景租赁、置景搭建、群演调度等相互牵动，一旦停机，时间与成本压力会迅速放大。在这种现实约束下，部分项目会选择在可控范围内边恢复边拍。问题在于，谁来定义这个可控范围？谁来判断哪些风险是可以接受的职业代价？从法律层面审视，情况更加复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。但具体到演艺行业，责任边界存在诸多模糊地带。演员与剧组往往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，这使得他们无法直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。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，责任认定需要证明剧组存在过错。某顶流演员鼻骨骨折后，因无法举证剧组未检查威亚，最终自担修复手术费用。上海李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振武在解读杨洋受伤事件时表示，作为劳务接受方及拍摄活动的组织者，剧组对演员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。对于武术、威亚、高危场景等特殊拍摄，必须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安全预案，配备合格的专业人员和充足的防护装备。剧组有责任根据演员的身体状况和专业能力安排工作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，这些义务的执行往往被打折扣。制片方坦言，停工一天损失100万，保险赔付远低于此。在这种资本逻辑下，生命安全的优先级被重新排序。影视行业有一套源远流长的敬业话语体系，将带伤上阵，不用替身，连续工作几十小时，作为演员崇高职业道德和作品质量保障的证明。这种叙事曾经是行业内外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尺。它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，在特效技术不发达、制作经费有限的年代，演员的肉身冒险确实是呈现震撼画面的必要手段。那些经典的武打场面、危险动作，确实建立在演员和武行的真实付出之上。但当这种文化演变为无形的压力体系，甚至被资本和流量逻辑所利用时，异化就开始了。演员的自我透支被包装成职业精神，安全标准的降低被美化为艺术牺牲，对正常休息的需求反而可能被污名化为不够拼、不专业。于是我们看到陈意恒膝盖渗血仍反复拍摄打戏，孟子义摔伤后含笑复工等案例，被剧组宣传为敬业典范。某 S 级剧组为抢档期，要求演员在12摄氏度水温中浸泡4小时，致其出现失温性颤抖，险些引发心脏骤停。演员坚持不用替身完成高难度动作的职业态度，在缺乏安全保障时反而变成了危险因素。这种文化的实质是用道德绑架来掩盖安全责任的全面溃逃。受害者不仅要忍受伤痛，还得主动站出来道歉、维稳，生怕影响了进度，生怕被扣上不够拼的帽子。放到任何一个现代职场，员工因工作环境安全缺失而受伤，首要动作应是企业追责整改，而非让受伤员工强颜欢笑、安抚公众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新观念的暗流正在涌动。近年来，行业内外部对于过度宣扬受伤敬业的批判声音日益增多，提倡科学拍摄、人性化管理、重视生命健康的新思潮开始获得共鸣。一些剧组采用更专业的动作设计、防护措施、替身与特效结合等更安全的工作方式，
短剧还珠组设立随组外科医生后，事故率下降70%的案例显示，安全保障的投入反而能提升整体效率。香港5行制度中，高危细分需持证威亚师操作，配置双重保险装置的做法，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2026年初，电视剧拍摄安全标准修订释放了积极信号，但根本性变革需要多维推进。多位制作管理人员建议，剧组遇到演员或工作人员受伤，应以医学评估为先，建立伤情分级拍摄，调整复工复查的闭环管理。首先是压实主体责任，需要明确制片人为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强制提取3%至5%制作费用于防护设备。现场应设立专职安全总监及安全员团队，形成制片人、安全总监、安全员3级责任链。高危场景开拍前需进行专项风险评估，提交安全操作指南。其次是构建标准化医疗响应机制，需要建立伤情分级处置流程。头部撞击后2小时内完成 CT 扫描，骨折演员需持3甲医院康复证明复工。医疗响应不应被压缩成本，急救体系的瘫痪暴露的是行业对生命的漠视。然后是革新行业保障体系，推动演艺行业工伤保险试点，探索剧组责任险加演员工伤险双轨制成为迫切需求。演员与剧组的法律关系需要更清晰的界定，让权益保障有法可依。最重要的是重塑敬业的内涵，真正的职业精神应该从忍受痛苦转向专业准备，高效合作，在安全前提下创造最佳表演，对自身健康负责，也是对作品和观众负责。技术替代方案提供了新的可能，优先使用专业替身完成翻滚、坠崖等动作，或通过虚拟预演技术优化拍摄路径，采用温控人造雨、防火凝胶、糖制玻璃瓶等特效道具，减少物理伤害。同时，需要赋予演员，特别是非头部演员，更多的话语权，通过行业组织、合同规范等途径，提升他们在面临不合理工作安排时的议价能力和说不的勇气。当所有人都拼，你不拼就不专业的环境被打破，健康的竞争生态才能建立。身体的代价不应是艺术的勋章，演员的身体健康是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一部作品的成就，不应建立在牺牲创作者健康的基础之上。合理的休息与科学的安全保障，才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。2025年演员赵寻的遭遇，值得每个从业者警醒。他在拍摄时从10米高空坠落，经历3次病危通知，骨盆粉碎性骨折、颅内出血等伤势，让他康复治疗持续了整整2年。医生当时表示，再迟半小时抢救就可能回天乏术。这样的代价，任何艺术成就都无法弥补。当影视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，安全管理与劳动保障正成为衡量制作水准的重要指标。随着项目管理工具、现场风险评估体系和行业标准逐步完善，科学复工制度兜底应该成为新的行业共识。此事不仅关乎一位演员或一个剧组，更是对整个影视工业文明程度和人文关怀的拷问。推动改变需要法律、行业、资方、从业者与观众的共同努力。在追求精彩画面的同时，我们是否也该问问，那些镜头背后的疼痛与风险，真的必须由肉身来承担吗？你认为演员带伤工作应该被鼓励，还是应该坚决维护休息权？在艺术追求与人身安全之间，你觉得平衡点应该在哪里？